这个男人掐住裁判的脖子，居然敢殴打裁判，真的是胆大包天！威胁完裁判以后，他跳上了格斗铁笼，坐在笼子上，表情非常的嘚瑟。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今天惹错了人。他是 UFC 传奇裁判马克·戈达德。直到马克裁判告诉他今天会判你输，这个时候他终于认怂了，又是道歉又是说软话。但是为时已晚，如果道歉有用，那还要裁判干什么？最终，这名嚣张的阿拉伯选手把自己来之不易的胜利拱手让给了对手。接下来，小百哥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一场比赛的来龙去脉。阿拉伯选手叫艾哈迈德，对手叫博格丹。艾哈迈德在比赛中全程碾压，毫无悬念的背后裸脚，迫使对手博格丹拍手认输。但是这个艾哈迈德他不讲武德，对手拍手认输以后，他还是坚持不放手，马克裁判强制把他拉开。这个背后裸脚很多人都知道，晚个几秒对于对手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艾哈迈德自己犯规在先，起身以后居然把怒火撒在裁判身上。虽然后来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的英文不好，导致松手太晚，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网友们还是站在裁判这一边。但是该说不说啊，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和裁判动手。马克·戈达德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职业重量级 MMA 选手，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也保持着一定强度的训练，而且在巴西柔术方面造诣也非常高。要是真的动起手来啊，我估计那个艾哈迈德3秒钟就会被干停，因为双方的体重差距实在太大。关于马克裁判的故事还是挺多的，马克连嘴炮的面子都不给。这个刚刚赢下比赛的是嘴炮的小兄弟，由于嘴炮过于兴奋和热情，导致马克以为他是上来袭击选手的，搞得现场的工作人员神经过度紧张。马克裁判也对嘴炮发起了警告，这一下彻底点燃了这个大明星的怒火，最终也是闹得不欢而散。这是在格斗岛的故事。从视频的画面来看，马克的块头还是非常的大，那是妥妥的重量级啊，人高马大。马克假装发火，这个丢眼镜的姿势还是很帅。在这个重量级面前，银量级是显得这么渺小啊。马克迅速拉背，一个抱腰后摔，把对手结结实实的摔在海里。好，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看格斗故事，品百味人生。喜欢小北哥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下期精彩，我们不见不散。拳拳到肉的格斗比赛就是肌肉和力量的碰撞。作为全球格斗赛事的天花板 UFC， 肌肉壮汉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运动员一方面要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一方面又要保证在称重的时候能达到体重的标准，这个时候控制体脂率就是首要选择。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只有肌肉才有力量。大肚佛罗伊·里尔森 UFC 重量级重炮手，曾经学过中国少林武术，满身的肥肉却拥有坚如磐石的下巴和毁天灭地的后手重拳。大肚佛尼尔森的格斗之路和中国武术密不可分。尼尔森曾经说过，那家功夫让我的全身变得坚不可摧。尼尔森的抗击打确实一流，他曾经居然扛住了战警的猛烈进攻，并且最终终结了战警米尔科。这个画面是大肚佛一脚踹在裁判的身上，至于什么原因，那么就是今天的格斗故事。尼尔森有个好基友叫安东尼·希尔瓦，巴西人叫安东尼·希尔瓦的太多，格斗迷都喜欢叫他大脚希尔瓦。就算是好基友，那么走进八角笼也要真枪真刀的干。这场比赛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肚佛罗伊·里尔森的抗击打真的是太强。其实作为好朋友，对对方都是非常的了解，在一起训练久了，对于对方的一招一式也是了然于心。尼尔森的后手重拳，大脚的连续左右摆拳，都是自己引以为傲的杀手锏。所以要想击败对手，必须要用冷招，比如这一记后手勾拳，大脚希尔瓦也是猝不及防。尼尔森尚未补拳，其实刚开始2拳大脚已经懵了，但是裁判大约翰觉得子弹还可以再飞一会儿，终止的稍微晚了那么一丢丢。大家再看一遍慢镜头，前面2拳已经完全懵了，但是大约翰觉得还可以再打2拳，让大脚又白白的挨了3拳。打完以后，罗伊·里尔森也表达出了不满，于是就发生了刚才那一幕，但是也不是真踹啊，大约翰可不是吃素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喜欢小百哥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递衣服，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后果也很严重。这一期我们来看看，如果场内的运动员这场比赛中国选手一扎分歧判定输给了韩国选手李正勇，这个判决在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名裁判27比30把胜利给了一扎，另外2名裁判29比28把胜利给了。下面是第3回合啊，大家仔细看啊，这应该也是这个判决期间。